袁绍一国打曹操孙策联军，这场场面不是最浩大，却是最精彩，战斗焦灼程度最让人窒息的一场玩家对战。10个势力，7位玩家共同重新谱写三国群雄割据时期的故事。快速介绍这个故事登场的角色，首先排在 C 位的第一主角是袁绍，开场坐有最多的兵力19万兵，兵力第二多的曹操10万，第三多的孙策7万5，加起来都没有袁绍多。不过袁绍底下的武将素质不如曹操、孙策，如何善用兵力优势这点将是袁绍发展的重要关键。位处中心的曹操，武将质与量都有优势。这个时期的江东小霸王也是不容忽视的一股势力，兵力跟武将都是排行第3，但武将的值是可以挂保证的。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，位处江东没有后顾之忧。孙策的发展动向肯定会牵动整个全国战场。夹在中间的刘表需要避免同时面对刘璋跟孙策的威胁。蜀地的刘璋初期兵力垫底，内部需要快速发展才能对外寻找机会。徐州的刘备有帮他兵力 double， 虽然只有2座城，但坐拥6万兵，利用这高密度的兵力如何在中原搅局，将是刘备的看点。在西北的马腾，这是我，这场我也是来搅局的。马腾的看点是初期就有5万军马，能不能用好西凉骑兵是给我的考验。剩下的公孙度、张绣、张鲁是电脑。那么多达7位玩家的官渡之战故事 ，AKA 战报，就从200年1月1日转身到马腾身上的我开始。开场马腾就有韩德跟王毅加盟，脑内来一个西凉版的隆中队。分析下现在的局势，西凉幅员开阔，不利于防守。曹老板如果把战线收缩到西方，专心对付马腾一定撑不住。而且马家军缺乏内政人才，长期来看绝对是落于下风。不再出席，马上就行动，利用一开始的军马优势，那灭亡大概是迟早的事情。那么要做的事情非常简单，就是快速吃掉在汉中的张鲁，以庞德作为先行军，到5月就进驻阳平关。好在这时候曹老板的动向是一边种田一边处理围在皖的张绣，那一定要把握这机会快速灭掉张鲁。6月开始进攻汉中，7月全面围城，8月破城灭张鲁，吸收张鲁的内政人才。现在的马家军军事力、内政力都有了。看到长安空虚，空有兵没有兵装，200年11月就出兵长安。这边的曹操选择避风头，没有跟马家军正面交战，直接撤离长安，退到关中以东，想要据守关卡。曹操直接放弃长安，除了没有兵装，可能还有其他原因。吃掉张绣后，马上被刘表进攻宛城，太子着种田处理内政事务，连濮阳都被刘备入侵。到这边种田派的曹老板就投降了。曹老板2代目上任，瞬间驱逐入侵宛的刘表军，同时刘备也撤出濮阳，因为孙策入侵小沛了，刘备要赶快回防徐州，成功击退只有出少数几支部队的孙策军。尽管击退孙策军，保住了小沛，只隔1个月，刘备还是撤离了小沛，因为袁绍大军开始南下。可以注意到袁绍的大军里面有一个部队叫做欧阳墨雨。在这个世界，每过1年，每个势力都有新武将可以有机会崭露头角，发挥他的长才。像我的马家军就是火神曹汐兴，刘璋大夫李宇堂，刘表军有几将徐州韩妹，孙策军精妙高宏，曹2代有征收雍泰，这几位都是同时期1等1的人才。但最人惊艳的还是袁绍的超级新人，可以说是选秀状元等级的猛者欧阳墨雨。国士无双的能力，枪击技3S，仅仅21岁，武力就高达95，而且他还有上涨的空间。记住这个名字，接下来会一直看到他。虽然拥有超级新星，但袁绍深知战争打的不是武将个人能力，打的更是比谁后勤调度的快。有经验的袁绍快速调动整个河北的军力，集中到北海，河北军声势浩大，大举南下。眼看刘备岌岌可危，要被袁绍全部吃光，孙策军这边也坐不住了。尽管还来不及生产工程器具，前线粮食也很吃紧，依然强行派出太史慈等多名大将进军小沛。反正输送队跑很快，资源后续再补上就好。这样很可惜，我们都知道真实的战争粮草运输速度远比战斗士兵慢。而《三国谋定天下》是一款注重团队分工合作的战争游戏，通过一系列的创新设计，鼓励同盟玩家之间的协作配合，比如把辎重概念导入到整个沙盘战场的核心玩法，呈现古代作战兵马未动、粮草先行的真实临场感。游戏内专门负责后勤补给的职业司仓，其技能可以生产辎重，支援前线大营或强化主城的辎重储备。这意味着只要有强力的司仓在，后勤就稳了，主力可以放心开战。三谋还有其他有趣的职业，如前线作战的郑军、隐匿奇袭的神行、施展纪律的奇左、制造建筑的天宫、治疗辅佐的青囊。6大职业互相配合，将战场谋略玩得淋漓尽致。三国谋定天下已于1月22全平台正式公测，并且和三国权谋 IP 火凤燎原展开联动合作。火凤迷千万别错过联动限定的免费小梦绝美外观，以及燎原火帅气外观。现在加入游戏可免费拿4成酱，首赛季送200抽。难斗上市同盟先锋赛也同步开启，纯金荣耀金超与定制玉玺等待策略高手一举获得。
说到预约，孙策也故意不进小沛城，预约刘备的武将。孙策期待的是袁绍打完刘备，武将纷纷逃到小沛，再一网打尽，来个收尾刀。袁绍当然也知道孙策的心思，于是就形成很有趣的画面。刘备实质已经被灭，但账面上却还拥有小沛、下邳2座城。袁绍已经捕获关张2名大将，为了粉碎孙策想要抢刘关张的企图，袁绍直接把刘备砍了。这样关羽和张飞就没办法继承势力。这样一来，袁绍就可以放心的进入下邳城，并且立刻进攻小沛。只要小沛城一破，绿色消失在地图上，关羽、张飞就可以加入袁绍军。孙策对此举非常愤怒，从此跟袁绍杠上。孙策找上曹操，与曹操结盟，共抗来势汹汹的袁绍。孙策自己出2路，一路攻下邳，一路攻北海。曹操从濮阳支援进攻临济。面对孙曹3路进攻，这个时间线的袁绍不是犹豫不决，什么都袁董不依的袁董。这时候精锐强将与资源都集中在下邳，有2路是空虚的后方，指派沮授和郭图分别在临济和泰山建防御设施迎击。这边袁绍示范这个战术，它可以是重门战术，也可以是重门战术。临济是河北往中原的重要输血线，所以是用重门战术，坚守不退。泰山战线则是重门战术，设下多道关卡，先是2个箭楼，再用人墙，再退，又是好多箭楼，空间换时间，一道一道就像多个门一样，让孙策军举步维艰。袁绍看穿3路进攻的破绽，孙策孤军深入泰山地区，下邳战线部署的人力却不足，于是故意让泰山守军后退，让朱桓、陈武等人持续进军，诱敌深入。在这个时候，袁绍下邳主力发起进攻，突破小沛封锁线，大军冲进小沛境内。眼看孙策就要被断后路，进入北海地区的孙策军再次退到泰山山谷之间，小沛战线后退，重整态势。想要拿下临济港，就必须要控制黄河。曹操水军3路齐发，一路逼退守军不足的临济，2路进攻白马。白马守军虽远近，坚守岗位。没多久，12月，曹操阵营收到消息，南边的刘表有动作，曹老板2代当机立断拉回水军，准备回防。马腾这时候也出关进军洛阳。天下的态势就是这么有趣。怕袁绍太强大，曹操、孙策组成联盟，2个拥有最顶尖的势力组成联盟，刘表和马腾也出手干预。整个局势的演变可以说是环环相扣。西凉马家军一度兵临洛阳城下，曹2代快速回防，围城未果，马家军看曹军已经回防，没有痴迷强攻，主动退回关中地区。徐州方面收缩战线的孙策，原本兵分2路，现在组成一股大军势，集中火力攻击下邳，免得再次被抄后路。袁绍以城作战，孙策怎么攻都攻不过这个路所，再加上补给线实在过长，随着时间的拉长，大军的补给后勤越来越困难，终究还是忍不住把小沛城占了。小沛城一战，绿色势力这才正式消失在地图上。同时，这也表示关羽和张飞终于愿意投降袁绍。袁绍精锐部队立刻出城，后勤实在衔接不上的孙策军只好放弃小沛。小沛城墙上插上黄色的袁家旗。正当曹孙联军以为可以喘口气的时候，袁绍大军过小沛城而不入，持续西进。袁董大军没有直接进攻濮阳，先在兖州的最核心4岔入口建筑防御工事，大军一路挺进到陈留东南山腰口，把来自陈留的援军压退，只留田与糜芳守住山腰口，其余大军回头进攻濮阳。没了陈留的支援，曹操也没有水军在黄河上进行有效的控制，现在的濮阳城宛如孤城，只剩下2-3万的守军要面对袁绍的大军。同为联军的孙策紧急出动支援曹操，一路进攻袁绍的后路小沛，一路往兖州袭击袁绍军主力。但可以发现，这2路的兵力远不及当初在徐州跟袁绍对战的时期，因为长江地区孙策和刘表也在交战中。孙策本人带着周瑜以及降将颜良进攻刘表的江夏，马腾也在关中蠢蠢欲动，围绕着5个国家的世界大战就此拉开序幕。濮阳之战，袁绍从南北2面进攻濮阳，一面水军准备抢滩，一面主力大军准备冲过渡所。这股军势要一边进攻濮阳防线，一边抵御孙曹联军。袁绍军抓准机会，靠着3张突破渡所，张合、张燕破阵，张飞急退里通。袁绍的一只脚已经伸进濮阳境内了。这个时候，集结好的曹孙联军对袁绍驻军本阵发动攻击，3个国家在此混战。张辽率先踩住路口森林，防止袁绍军持续进入濮阳。但是袁绍军还是踩住关键点，只要张燕这个还在，袁绍军还是能一队一队的挤进濮阳，并且切换成阵型投石阵，以投石台为主力输出，靠着快速的修补能力，持续维持投石台的存在。大军围绕着它保护投石台。这时夏侯渊抓准一丝空档，成功突破袁绍的防守线，塞进濮阳地区支援城下战。袁绍这边也不是吃素的，王牌莫雨先是屠伤了朱灵，顶开空间，再来张飞、关平、沈沛等人把夏侯渊驱赶至森林，用步兵阵型把夏侯渊包围在森林里面，配合持续的伏兵袭击，让夏侯渊没办法发挥。濮阳南边面对袁绍的主力大军，实在是撑不住，决定以城作战。濮阳守军重心转向北面，防止袁绍军登陆；西面、南面用城池坚守，不出城迎击。最危急时刻，濮阳城内曾经只剩下200人，但曹老板还有濮阳军仍然没有放弃，想办法让濮阳城挤出兵力。双方你来我往的濮阳攻城战持续了1个月。到了
了203年1月，袁绍终于攻破濮阳城。破完城还不是能休息的时候，袁绍在兖州的部队要回小沛防守。面对黄盖尔吕蒙的猛烈进攻，袁绍这边仅靠着新平和沮授就硬撑了3个月以上。随着袁绍主力部队回到小沛，袁绍也改阵型，换成投石阵，放孙策大军进来。孙策进军小沛南面的部队不够多，深入小沛之后，遭受到投石阵的重创，损失惨重。但孙策选择硬着头皮继续上，为的是掩护曹操。原以为中原大势已定，结果曹操再一个回马枪，这次换曹操从南面攻入濮阳，除了收复故土，还有一个目的是要救回大量的俘虏。袁绍的主力部队在小沛，留在濮阳的只是常年征战已经疲累不堪的残兵。于是袁绍决定西家带眷的撤离濮阳。西家带眷的部分是曹操的家眷，朱灵、吕虔、周仓、徐晃、张继、蔡琰都随着袁绍的部队被绑回河北。这场濮阳之战，曹操先调濮阳城，后续1-2个月再重新夺回濮阳城，看起来像是打和局，但却损失多名将领。被绑走的这些武将，除了徐晃有跟其他人结义没有投降之外，其他人都陆续成为袁绍的家臣。收回濮阳，曹操这次换曹操发起奇袭战，夏侯渊快马3月就抵达小沛。失去濮阳的袁绍，小沛成为一个突出的激热点，于是撤离小沛。1年的辗转之下，孙策又重回小沛城。经过短暂的休整，孙曹联军再次对袁绍发起3路进攻。这时候袁绍的兵力虽然略涨到22万，但只能排到第3。第2是25万的孙策，而曹老板已经冲到第1，坐拥32万大军。而袁绍这方武将数冲到60大关，补足袁绍武将加成不足的问题。孙曹联军7月出发，9月到达战场。曹老板亲自率队进攻临济，袁绍这边是沈沛为首，抵抗第一线，后方以投石与投石台远程持续输出，再配合水上夹击，关平和降将周仓两面受敌，让曹军有不小的损失。袁绍这边再使出更激进的投石阵型，用投石当做投石台的掩护。虽然张合被抓到曹军后方，但这同时也表示张合是在曹军后方作乱。即便是投石，光是肉身卡在那边就让曹军动弹不得。后方的投石与水上的水军持续输出，曹军在这边的战损越来越多，先胜后衰，情况越来越不妙。视角往下拉看泰山，曹操在进攻临济的时候，孙策也没有闲着，对这个泰山登山口持续发动猛攻，两队锲而不舍的埋头进攻。袁绍这边再次摆出投石阵，不管是曹操还是孙策都没有能力拔掉袁绍的投石台，造成大量的损害。而且泰山的守将是当代最强的2将。这个时间线有名的不是关张，有名的是鄂语。第1语欧阳墨雨，第2语关羽。鄂语在投石台前列阵，袁绍的战术很简单，猛者墨雨枪兵击伤敌将，关羽骑兵横扫暴击，大范围高伤害。后方的弩兵以及投石台还有超远射程吕翔送上遥远的祝福。即便是超级名将周瑜，也不敌鄂语配投石阵。孙策军这一路唯一有机会击破袁绍军投石台的千招也被抓了。当曹老板还在临济苦撑的时候，孙策泰山军先崩了。半年前声势浩大的孙曹联军3路进攻袁绍，曹操进攻临济不利，孙策1路进攻下邳未果，另1路进攻北海，在泰山惨败。袁绍第2次成功抵御来自孙策、曹操的联合进攻，而且袁绍在5个月后重新插旗濮阳和小沛。因为在这段期间，南方也发生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战，马家军还杀进曹操老家陈留。预知后续如何，待下回分解。制作这种战报旷日费时，心有余力的观众也可以加入会员给予支持，要非常感谢。如果是看到这个战报也手痒想要下来一起打的玩家，也可以加入 Telegram 跟其他玩家一同争天下。因为现在 Telegram 很多机器人的关系，所以是采申请制。加入 Telegram 的群组之后，记得到 IG 或是 FB 私讯跟我说你 Telegram 叫什么 ID， 就可以跟其他玩家一同享受 PVP 的乐趣了。那么我们下集见，就这样了，拜。